几名中国科学家冲向被焚毁的文件，在火堆的余烬中翻出图纸的残片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拼在一起。一名苏联专家见了，不屑地嘲讽道：“这一块你们用计算机也要算2年，没有意义。”然而，当时的我国还没有计算机，可是图纸的内容却是大国重器——原子弹。这是当时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。在朝鲜战场上吃了败仗的美军，气急败坏地扬言要对我国的多座城市实施核打击，而当时的中国却对核弹这种威力恐怖的新型兵器没有反制手段。危急关头，毛主席下达了研制我们自己的核武器的战略决策。1958年夏，中央秘密调回了驻守朝鲜的冯石将军，任命他担任原子弹计划的总指挥。中央调你回来，是要你搞原子弹。我不会啊。我会吗？美国佬会，苏联老大哥也会，可是他们不会白白的送给你。冯石看了原子弹在广岛长期爆炸的纪录片，那种天崩地裂的破坏力令他深深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。不久后，伴随着悠扬的汽笛声，一列火车开往甘肃。满车的志愿军战士刚从朝鲜得胜归来，却接到了新的机密任务。他们对于这次行动的内容和目标一无所知，只能望着车外的茫茫戈壁滩面面相觑。最终，这支队伍抵达敦煌附近，这里是苏联专家选定的核试验地点。但冯石却对这个方案提出了异议。此处临近我国的文化瑰宝莫高窟，一旦出现了闪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而且试验场的容纳面积受限，很难研制出大当量级的核弹。于是冯石决定亲率部队挺进罗布泊，在那里寻找更合适的试验地点。但是罗布泊环境恶劣，部队抵达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水。之前已经有一个去寻找水源的先头分队被埋葬于风沙之中。次日，冯石亲自带领战士们去找水。在漫天沙暴中，队伍几乎看不清前进的方向，士兵们联络都只能扯着嗓子大喊。大伙背负着测绘工具及各项装备，顶着炎炎烈日，不知跋涉了多久，体力已经严重透支。就在整个队伍陷入绝境之际，他们终于在翻过几座沙丘之后，发现了湖泊。战士们欣喜若狂地冲过去，扑到水里，为水源问题的解决而尽情欢呼。不久，冯石将选址的准确坐标发给中央，经军委批准，面积高达10万平方公里的核试验基地终于大桩定位。与此同时，高层也在紧锣密鼓地物色科研人选。在大量简历中，海归博士陆光达备受瞩目。他留学于麻省理工核物理专业，具备着担当重大项目的科研能力。你愿意一辈子隐姓埋名吗？上级还告诉他，为了保密需要，他会在很长时间里没法和家人接触。但在国家和民族大义面前，陆光达坚定地答应了。当时中国的科研力量还是与美苏差距甚大，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仍需依仗苏联专家的技术支持。谁料研发开始没多久，苏联就突然中断协议，撤走专家，并带走了所有仪器，将重要图纸通通烧毁。在这般釜底抽薪之下，我们只能从零开始。从这儿到这儿，美国人用了6年的时间，英国人用了5年，苏联人用了8年，我们没有8年的时间，2年都没有。一直要算到这儿，1遍不行2遍，2遍不行3遍。计算机只有1台在科学院，别的部门也急着用，我们没有别的窍门，就是用算盘打，也要把它打出来。就这样，中国科学家们夜以继日地打着算盘，滴水不漏地演算着复杂的方程。一群人挤在没有电风扇的工作室内，有时飞快地计算，有时紧张地讨论，热得大汗淋漓也毫不在意。桌上放着已经凉透的馒头包子，他们饿了就拿起来啃一口，接着又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。最终，这群呕心沥血的科研精英们创造了奇迹，只用了1年多就算出了关键数据。但接下来又遇到了新的难题，无论他们试验多少遍，结果总是和那张拼起来的苏联图纸对不上。陆光达得知后收集了海量资料，回了家也通宵达旦地钻研计算。终于，他
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，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是他们错了。”说罢便站起身，急匆匆地拿着资料出门，又忽然停住脚步，回头看着一直在默默陪伴自己的妻子。他明白，理论研究取得进展之后，自己也很快就要进驻试验基地，直到原子弹成功爆炸为止，都不可能再见到妻子了。但他出于保密要求，什么也不能对妻子说，只是和妻子深情地对视着，淡淡说了一句：“走了。”远在数千里外的罗布泊试验场，基建工程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战士们都是从解放战争打到抗美援朝，紧接着又被秘密派遣到边疆荒漠埋头苦干。他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回过家，甚至都没法向亲人报个平安。在誓师大会上，冯石看着几千名人民子弟兵，他们中有的是还稚气未脱的孩子，有的已经到了该当爷爷的年纪，但依然为了更崇高的使命，隐姓埋名，坚守在大漠中。美国人用一个小玩意儿在咱们头上悬了好几年，悬着，动不动就嚷嚷着要对我们做外科手术。苏联专家也撤走了，瞧不起我们。没有这个东西啊，我们中国人的腰杆子就挺不直，就没地位，没和平，就不能踏踏实实的过咱们的日子。告诉我知道，支持杨老师，告诉我知道，支持杨老师。那时我们还造不出大型工程车，战士们只能靠肩挑手扛，喊着号子大夯，在沙漠中斗风沙、抗严寒、啃咸菜、喝盐水。在众人的艰苦奋斗之下，试验基地终于初具雏形。中央也开始派遣科学家们入驻罗布泊，建立测试系统。陆光达也在其中。基地全体官兵为远道而来的知识分子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。冯石拿出基地最好的几盒罐头给他们接风，今后大家就要一同扎根于这片荒漠，共创大国重器。不久，陆光达发现工兵们搅拌混凝土都是用的盐碱水。冯石解释说，荒漠里是在缺乏淡水，战士们平时喝的都是这种盐碱水，但原子弹工程容不得半点纰漏。陆光达坚持要求按照设计标准施工，于是冯石让之前的相关工程全部返工，并将一大半的卡车改装成水车。汽车团的战士们24小时轮班倒，昼夜不停地赶赴几百公里外运来淡水，终于解决了工程用水问题。但试验工程建设已经到了关键时期，陆光达出于严谨考虑，提出撤换违反施工纪律的队伍。我了解这些战士对原子弹的感情，他们不比我们差。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撤掉他们，等于往他们心里捅刀。你的心情我能理解。现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不单单是我们这个实验场，仅一颗原子弹所需要的高浓油就需要50万吨的矿石去提炼它，还有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，他们同样在努力地工作着。他们演算的稿纸可以铺满整个罗布泊，但是他们一个数据都不能错，错就造不出原子弹。总指挥，首长们，是我错了，你们撤掉我这个团长吧，但是把部队留下。总指挥，这面旗帜不能倒啊！严守立正，守到旗帜，万国不抗，万国一致。看着瓢泼大雨中坚定不移的战士们，陆光达终究还是于心不忍，还是留下这批工兵继续执行任务。基地的各项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不久，原子弹爆轰试验成功，第一阶段的研发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。但美国的封锁和威慑也与日俱增，美军高层提出要将我国的核工业扼杀在摇篮之中。面对严峻紧迫的局势，中央军委向全国每一处核实验设施都派驻了一个高炮师设防，并将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定在1964年底，所有部门都以此为界限，进入了倒计时。很快，原子弹引爆材料、中子试验等均取得重大突破，但当时我们正经历着3年自然灾害，粮食供给严重不足，通向基地的运粮路线又被洪水阻断，战士们甚至开始吃树叶、挖树皮。冯石决定有1厘米让出1厘米，
优先保障科研人员的饮食，但陆光达坚决要求科学家和战士同等待遇。但在吃饭时，战士们还是把仅有的一点粮食让给了科研人员。接下来最困难的时候来了，运粮车还有3天才能赶到。为了抵抗饥饿，振奋精神，全体官兵聚在一起，高唱军歌。从烈日当空到夕阳西下，嘹亮铿锵的歌声彰显着中华儿女的骨气。夜晚，黑白幕布上放着电影《上甘岭》，战士们看着这部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，他们自己就是影片中的真正主人公。当片中响起《一条大河》的曲调时，所有人都齐声跟着唱了起来。深夜，战士们还在施工现场忙碌着，即使没有任何食物，他们也靠着一股精神硬是撑了下来。第二天，猛烈的沙尘暴突然席卷基地，全体人员在滚滚黄沙中拼命拉住帐篷，脱下衣物，死死护住宝贵的图纸和仪器，直到傍晚，沙尘暴才停息。但再大的困难也打不垮这些铁骨铮铮的爱国赤子，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。又过了一天，运粮车终于到了。冯石兴奋地提来了馒头鸡蛋，这么多天以来，大伙终于吃了顿饱饭。不久，基地遭遇特大暴雨，大家趟着没到腰间的洪水，紧急搬运各种器材。这时，陆光达突然在搬运队伍中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他的妻子如慧。如慧为了和丈夫见面，特地申请加入了支援基地的队伍。久别重逢的两人在雨中紧紧相拥，为了国家，他们牺牲了太多。时间来到1964年4月，原子弹核心部件秘密运往罗布泊，工程项目即将进入最终阶段，原子弹起爆的准确日期也被正式确定。陆光达回京开会时，在机场遇见了留学时的至交夏世忠。夏世忠毕业后一直留在美国，阔别多年的二人激动的拥抱，而这一幕却被不怀好意的美国记者拍了下来。中央得知后，立即将陆光达隔离调查。冯石赶紧赶往北京向组织申诉，用自己的人头担保陆光达的清白。但高层此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咱们整个的国家，近10年的努力，几10万人的心血，就为了这一天。知道这一天的分量吗？史学家因为这一天要把整个中国的历史分为2节。596。横空出世不是你我的脑袋能够担保得了的，你知道吗你？最终调查证明陆光达没有问题，冯石将他接回基地。陆光达下飞机时，战士们已列队等候多时。如今所有人都凝聚成一个整体，每个人都是试验基地不可割舍的一份子。1964年10月，我国第1颗原子弹终于圆满完工。引爆前夕，冯石和陆光达在路边促膝长谈。陆光达提到自己和夏世忠的交情，如今夏世忠已经拿到了诺贝尔奖提名，而自己投身于新中国核弹研制，一辈子隐姓埋名也无怨无悔。而冯石则谈起朝鲜战场上我军因装备落后所遭受的苦难，以及战争结束后在美国核讹诈之下的屈辱。尽管这样，咱屈服了吗？没有。咱中国人，中国共产党人，就从没怕过他美国。应该说，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，可他不应该像现在这样，动不动就要欺负你，让你呀，就想对他大喊一声 “no”， 去你妈的！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不久，车队运载着弹头来到了爆点，工兵们将原子弹吊装上塔，随后迅速撤离现场。全体战士和科研人员都在远处静静的待机，他们戴好护目镜，无比激动地等待着历史性的一刻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起爆！1964年10月16日15时，中国第1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，基地全体人员望着缓缓升起的蘑菇云，
欣喜若狂地摘掉护目镜，狂奔着冲下山坡，一浪接一浪的欢呼声响彻云霄。这6年间，全国上下几十万人夜以继日，呕心沥血，克服千难万险，所有的付出终于在这一刻开花结果。华夏大地上的龙吟震撼了世界，帝国主义的核垄断与核威慑也烟消云散。在当时国内一穷二白，国外重重封锁的困境中，这些无私奉献的人民英雄们创造了奇迹，完成了2弹1星，令中国一跃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大国。正是他们一代人吃了2代人的苦，为子孙后代开辟了和平安宁的道路，我们才能生活在这个富强繁荣的新时代，中华民族才能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，那是我美丽的祖国，是我生长的地方。对中华儿女而言，为建设祖国奉献自己的力量，并不需要理由。